头七刚过太王亲下谕令，认下女婿，陪了帕公主10年的恋人升少将，从此可自由进出大皇宫，守着他过往后岁岁年年，迟来的成全看哭全网。帕公主头七仪式刚落幕，太王马哈一道亲笔谕令，直接戳中了所有人的泪点。那位陪了公主整整10年，始终没名没分站在她身后的恋人帕里塔特·布纳格，正是从陆军司令部调入皇家安全护卫指挥部，军衔从上校擢升至少将。这不是一次普通的人事调动，是一位73岁老父亲给女儿最后的成全。从今往后，他可以堂堂正正自由出入大皇宫，守在安放公主灵柩的披曼拉塔雅殿旁，往后岁岁年年都能陪着她了。不少王室评论员公开解读，这次人事调动绝非普通升官，是马哈国王放下多年强硬立场，当众接纳女儿挚爱最直白的官方表态。10几年地下相伴，终于等到王室层面实打实的认可。很多人看完都红了眼眶，说这是泰国王室今年最温柔的一次破例。以前他想进宫见他一面，要走层层审批，只能以工作名义远远站着。现在他成了御前武官，宫门的门禁对他彻底敞开，而帕公主的灵柩就永久安放在大皇宫核心的披曼拉塔雅殿里。这座殿宇建成200多年来，从未长期安置过王室成员灵柩，这次为帕公主破例，本身就是最高级别的哀荣。他以后上班处理完安保事务，转身就能走到殿里，在他灵前站一会儿，说几句话，就像过去10几年里他默默陪在他身边那样。这是要从6月13日移灵那天说起。当天帕公主的灵柩从朱拉隆功医院移往大皇宫，王室嫡系成员全员到场，满场不是素白丧服就是纯黑礼服，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。可灵车最前方的副驾驶位却坐着个穿一身红色绒面军装的男人，眼眶通红，腰背挺得笔直，一步不离地守着灵柩。按泰国王室传了上百年的规矩，这种核心送灵位置轮不到一个没有王室名分的外男坐，更别说还穿了一身扎眼的红色。可那天没人拦他，官方也一声没吭。这个男人就是帕里塔特，帕查拉公主谈了10多年的男朋友。从移灵当天到头七结束，整整7天的守灵功德仪式，他几乎场场不落。每天他都比王室成员早到半小时，悄悄站在家属区的边角位置，帮忙接待前来吊唁的贵族与官员，给高僧搭手整理法器，全程安安静静，从不抢镜头。有现场工作人员透露，7天里他眼睛就没消过肿，经常趁着仪式间隙偷偷抹眼泪，可只要有人过来，立刻就收起情绪，挺直腰背维持仪态。6月19日，也就是头七后的第一场法事，他第一次穿上崭新的少将军装出现在现场，站在仪式前排负责安保协调，身姿挺拔，神色肃穆，没人再把他当成无关的外人，他已经是御前体系里的正式一员，名正言顺地站在离他最近的地方。很多人只知道他是贵族出身，却不清楚他的分量到底有多重。他来自泰国老牌顶级豪门布内格家族，祖上是波斯裔贵族，早在却克里王朝开国时期就是王室的核心幕僚世家，几代人里出过3位摄政王、数任首相与枢密院大臣，是泰国真正的老牌政治望族。他自己也不是靠家世混日子的纨绔，特种部队出身，年纪轻轻就当上了第1特种部队师参谋长，能文能武，履历干净漂亮。2019年泰王就特意下过一纸调令，把他从作战部队调进皇家卫队，还兼任陆军总司令参谋，说白了，早就把他当成了自己人在用。他和帕公主相识相恋快10年，俩人从来没刻意藏着掖着。早在2016年，泰国娱乐媒体就拍到2人结伴前往普吉岛海边度假的实拍画面。平日里端庄严肃、满身公务气场的帕公主，卸下礼服军装，换上休闲便装，自然依靠在帕里塔特肩头开怀大笑，完全流露少女柔软的一面。还有游客在巴迪亚滨海沙滩偶遇2人，并肩坐在椰树下闲谈，共饮椰汁，和普通民间情侣别无二致。后来帕里塔特随同公主一同拜见母亲宋莎瓦丽王妃，又共同觐见泰王，3人同框合影全网流传。彼时所有民众都坐等王室官宣订婚喜讯。
可每次媒体追问婚讯传闻，怕公主都会温和辟谣，仅称对方是共事多年的好友与同僚。如今回头再看，不是二人感情淡薄，而是王室严苛婚嫁铁律，让他不敢公开这份爱意。不是不爱，是不能嫁。泰国王室有条延续100年的铁律，从拉玛6世时期就定了下来。王氏嫡公主一旦嫁给非王室血统的人，就会自动失去殿下头衔，连带放弃全部继承权、王室俸禄与参政权利。这条规矩从来不是摆设。泰王的大姐乌汶勒公主，当年就是为了嫁给美国同学，主动放弃了全部王室身份，成了平民。后来婚姻破裂回国，哪怕恢复了部分待遇，也再也回不到核心权力圈。就连泰王最器重的妹妹诗灵通公主，一辈子未婚，全身心扑在王室公务上，很大程度也是因为一旦结婚，就会失去辅政资格，没法再帮着兄长稳住大局。帕公主是嫡长女，身后站着整个玉坤家族，从小就被当成王室顶梁柱培养。她要是结婚嫁人，不仅自己丢了头衔，连带着王室和玉坤家族的政治纽带都会松动，更没人能帮着镇住军方，辅佐弟弟提帮工了。所以这段感情就这么悬着，一悬就是10年。俩人光明正大的恋爱，却永远走不到婚姻那步。帕里塔特也心甘情愿地陪在他身边，从不逼他做选择。甚至有王室专家爆料，俩人早就在私下订了婚，还有一个女儿，只是为了保住帕公主的继承权，从来没对外公开。孩子跟着帕公主生活，由专人照料，帕里塔特一有空就会过去陪母女俩。如果是真的，那这个男人的隐忍就更让人动容。他明明有妻子有孩子，却只能以男友的身份站在阳光下，连给孩子一个公开的王室名分都做不到，只为了成全爱人的责任与使命。2022年12月，帕公主在考爱国家公园的军犬训练场上突然晕倒，送进朱拉隆功医院抢救，之后就陷入了漫长的昏迷，一躺就是3年半。这3年多里，泰王换了一波又一波顶级医疗团队，王室对外始终只说病情稳定，可明眼人都知道，情况早就不乐观。而帕里塔特就在医院外守了3年半，他没名分，不能以家属身份守在病房里，就每天托人打听病情进展，逢着佛教祈福仪式必定到场，安安静静站在角落里，等着里面的人有一丝转机。直到今年6月11日晚，公务处正式发布公告，帕查拉吉蒂亚帕公主殿下安详逝世，享年47岁。消息出来那天，泰国全国进入15天哀悼期，大皇宫外挤满了手捧白莲花的民众。最让人心碎的画面，就是夷陵路上帕里塔特的那一身红。懂的人都知道，红色是帕公主生前的专属幸运色，她私下里最爱穿红色系的衣服，出席重要活动也总偏爱暖调礼服。帕里塔特穿一身红送她最后一程，像是一句没说出口的誓言。你活着的时候，我没法光明正大站在你身边，你走了，我穿你最爱的颜色，堂堂正正送你回家。泰王心里又何尝不明白，他这辈子强势了一辈子，说一不二，对子女的婚事前途向来牢牢攥在手里。可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滋味太苦了，看着女儿冰冷的灵柩，看着那个没名没分守了10几年的男人，他终究还是软了心肠。头七刚过，他就亲自下了谕令，提拔帕里塔特为少将，调入皇家安全护卫指挥部，担任国王近身特别行动军官，隶属王室特别行动办公室。更能体现泰王真心认可的细节在于，谕令末尾额外追加一条专属优待条例，准许帕里塔特每日公务结束后，不受宫门关闭时限约束，自由进入披曼拉塔雅殿单独祭拜公主，无需提前报备，无需侍卫陪同。这是所有王室旁支、高官贵族都无法享有的特殊权限，等于泰王亲手授予他永久陪伴帕公主的专属通行证，是超越军衔、礼制的私人成全，足以证明国王打心底接纳了这位陪伴女儿10余年的爱人。让人感慨的是，调令公布的第2天，帕里塔特就正式上岗了。6月19日的第7场皇家超度法事上，他已经出现在仪式前排，负责安保与流程协调工作，穿着笔挺的少将军装，身姿挺拔，神情肃穆。
没人再把他当成无关的外男，他已经是御前体系里的正式一员，名正言顺地站在离他最近的地方。别小看这一纸调令，含金量远比一个少将军衔大得多。别小看这一纸调令，含金量远比一个少将军衔大得多。陆军司令部的军官，哪怕级别再高，也属于朝廷武官系统，进宫要层层报备，走专门的访客通道，连停留时间都有严格限制。进入皇家安全护卫指挥部之后，就成了御前武官序列，职责直接对接国王与王室核心成员，不仅能自由出入大皇宫的所有核心殿宇，还能深度参与王室的各类宫廷祭祀与事务。换句话说，太王不是给了他一个官位，是给了他一张可以随时走到女儿身边的终身通行证，让他往后余生都能名正言顺地守在女儿身边。这是太王用自己的方式认下了这个女婿。可认下归认下，王室的规矩终究有不能破的底线。很快官方发布的2张海报也把这份规矩之下的温柔摆到了明面上。第一张是夷陵当天的画面，配文写的是已故公主的男友参加灵柩护送仪式。第二张是提拔谕令的公告，配文是已故公主的男友被调入国王护卫队。2张海报从头到尾都只用了男友这个称呼，不是未婚夫，不是配偶，更不是王室承认的伴侣。有人觉得遗憾，说都到这份上了，给个名分怎么了？可恰恰是这2个字，藏着太王最深的考量，全是为了公主的身后尊荣。怕公主的丧仪是王室最高规格，她是以嫡长公主、王室核心成员的身份，永久安奉在替曼拉塔雅殿里的。如果官方承认帕里塔特是她的丈夫或者未婚夫，就等于坐实了公主有事实婚姻。按100年规矩，她的王室头衔就要打折扣，丧仪规格、灵柩安置的礼遇都得跟着降。太王不给正式名分，不是不认这个人，恰恰是想给女儿最完整的哀荣，让她体体面面的走完最后一程，风风光光的留在大皇宫里。帕里塔特自己也懂，他甘之如饴，从来没争过什么。对他来说，能自由进宫陪着他，能以他身边人的身份被官方认可，就已经足够了。名分这东西，他们活着的时候就没在意过，人走了就更不重要了。重要的是，往后他不用再隔着宫门遥望，不用再以旁观者的身份站在人群里，他可以堂堂正正走进去，守着他，就像过去10几年里他默默做的那样。说到这，就忍不住让人感慨，怕公主这一辈子活成了所有人的骄傲，却唯独亏欠了自己。她这一生有2次改写命运的机会，全被王室的责任和父亲的安排牢牢锁死在了既定的轨道里。第一次是她的事业，很多人只知道怕公主能干，却不知道她本来可以有更广阔的天地。她是美国康奈尔大学的法学博士，毕业之后直接进了泰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，一口流利的英语，熟稔国际规则，在外交场上游刃有余。2011年，他还出任了联合国预防犯罪与刑事司法委员会主席，一手推动通过了曼谷规则，这是全球第一套专门针对女性服刑人员待遇的国际准则，至今还在全世界范围内保护着弱势女性的权益。他还当过泰国驻奥地利、斯洛伐克、斯洛文尼亚3国大使，年纪轻轻就在国际司法圈打出了名气。按这个路子走下去，他完全可以成为一名出色的国际外交官，不用困在宫廷的条条框框里。可太王一纸调令，把他从联合国叫回了泰国。回来之后，他从检察官做起，一步步接手王室司法、外交、公益事务，后来又被授予上将军衔，担任皇家卫队安全司令部参谋长，成了王室子女中军职最高的人。表面看是风光无限，实则是把他定在了王室螺丝钉的位置上。太王需要一个能干、靠谱、根正苗红的孩子，帮着稳住局面，平衡各方势力。怕公主就是那个最合适的人选。他也确实没让任何人失望。司法改革他冲在前面，关注女性囚犯权益，推动刑罚制度完善。王室公务他扛下大半。诗灵通公主年纪大了，很多事都是他顶在前面，就连弟弟提帮公的成长也是他一手操心，从小教规矩，带他出席活动，替他挡住宫里的风风雨雨。他活成了王室的定海神针，
活成了所有人眼里最靠谱的嫡长公主。可那个曾经在联合国意气风发的年轻姑娘，再也看不见了。第二次就是她的爱情，她和帕里塔特感情有多好，明眼人都看得出来。一向端庄威严的帕公主，只有在她面前才会露出小鸟依人的样子，会笑着和她说悄悄话，会放松地挽着她的胳膊。她陪着她见朋友，见母亲宋妃，甚至见了太王，就差最后一个名分。可就是这最后一步，她跨不过去。她要是嫁了，就丢了公主头衔，再也帮不了父亲，护不了弟弟。对不起，从小培养她的玉坤家族，她身上扛着太多人的期待，担着太多王室的责任，根本没资格为自己活一次。所以她宁愿拖着，宁愿让爱人没名没分地陪在身边，也不肯松口说结婚。一拖就是10年，拖到她倒下，拖到阴阳两隔，也没能穿上一次婚纱。她昏迷的这3年半，王室的格局早就悄悄变了。提帮宫慢慢长大，司蕊范也开始接手公务，可谁也替代不了帕公主的位置。她是军方认可的人，是玉坤家族的血脉，是民间声望最高的王室成员。有她在，提帮宫的王储之位就稳，后宫再怎么闹也翻不了天。海外那4个王子再折腾也回不来，她一走，这根顶梁柱就塌了。太王筹谋了10几年的布局，直接碎了大半。可这些身后事，帕公主都不用管了。她操劳了一辈子，47岁就走完了一生，终于可以歇一歇了。回头看太王这次的提拔，说是成全，其实更像一个老父亲迟来的忏悔。他这辈子对子女向来强势，4个儿子被他驱逐海外，再也不许回国。希拉米说废就废，连儿子都不能留在身边。帕公主的事业、婚事也全在他的掌控之中。他习惯了安排所有人的人生，习惯了用王室规矩框住每一个人，直到女儿真的走了，他才反应过来，自己欠这个女儿的太多了。所以他破例让帕里塔特坐灵车最前方，破例给他升军衔，调进皇宫，破例允许他自由出入，陪伴女儿。他想用这些弥补女儿活着的时候没能得到的圆满，弥补自己这么多年的强势与亏欠。可所有人都知道，这认可来得太晚了，晚到那个能光明正大牵他手的机会再也不会有了，晚到那句我愿意再也说不出口了。王室的体面保住了，公主的尊荣保住了，继承的格局也还能慢慢修补。可怕公主这一辈子最想要的那份普通的幸福，一个爱人，一个家，一段光明正大的感情，终究是没能等到。她带着最尊贵的王冠，走了最稳妥的路，活成了最完美的公主，那里却全是求而不得的遗憾。就像网上说的那句话，人人都羡慕她生在帝王家，荣华富贵享之不尽，可没人问过她，愿不愿意用这一身头衔换一段平凡安稳的人生。现在帕里塔特可以自由进出大皇宫了，他可以常常去披曼拉塔雅殿看看他，和他说说话，说说宫里的事，说说外面的变化，就像过去10几年里他默默陪在他身边那样。只是这一次，再也没有王室规矩拦着他们，再也不用顾忌身份，在乎眼光了。这份迟来了10几年的认可，终究是以阴阳两隔为代价换来的。说他温情也好，说他残忍也罢，这大概就是帕公主这一生最后的圆满了。往后漫长的岁月里，宫墙之内，青灯古佛旁，总有一个人会记得她最爱穿的红色，记得她笑起来的样子，岁岁年年守着她，陪着她。你怎么看待太王提拔帕公主男友这件事？你觉得这是老父亲迟来的成全吗？欢迎评论区留言，别忘记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